所以今天的重点呢，其实应该说延续着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复利的威力啊，就衔接着这个每天66块。那实际上我们的金鸡计划，我们的金鸡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投资的这个美国500大企业。所以画面上这些大家可能看到就是比较熟悉的。事实上，这个也是因为大部分小朋友在生活中都会接触到的一些公司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来理解说，成为公司的股东，买他们的股票就成为他们的股东。那大家在消费这些服务啊，消费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其实就等于是在帮我们我们的金鸡母是在帮我们赚钱的意思好，那所以如果刚好如果家里有孩子的伙伴呢，也可以跟他们用刚刚提到这个方式跟他们一起分享。那当然了，我们不是实际上500家公司每一家都要去买股票，太累了，所以还好现在有这种 ETF 指数型基金是非常方便的工具。那今天的重点其实我想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市值型的 ETF， 这个是我们在金鸡计划里面主要使用的一种工具。那举例来说其实我们的工具很简单没有太复杂的什么选择不多，对，非常有限。第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标普500SP500，就是所谓的500大企业。那我常常举例，这个就像一个披萨一样，所以呢，你平均每投资100块，那它就会按照这个公司的规模、市值的规模去分配例如说，现在最大的是 NVIDIA 辉达，然后苹果然后微软，然后 Amazon， 然后这个脸书等等Google。不过这个是上个月的资料所以这个月可能稍微有一点变动不过基本上逻辑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到底要买什么你只要投资钉进去之后呢，它就按照一个一定的比例去帮你做一个分配而且还会定期的去做一个汰弱留强的调整。好，那如果你是在美国开户的话，美国的券商就可以透过 SPYVOO 这个代码去直接投资。那在台湾的话就是00646也可以直接来投资这一档这个 SP500 的 ETF 成为这个500大企业的小股东。好，那第二个呢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偏好、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Nasdaq 100那其实它跟刚刚的那个标普500，你会发现其实成分股很接近、很类似都是这个 NVIDIA Apple Microsoft 这些现在所谓的这个什么科技七雄或者是这些美国的大型企业大型科技企业。那可能主要的差别就是它比较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如说前10大公司呢，大概就占了超过70%超过70%的比例。那剩下的这个大概90家左右呢，就占了不到30%。那回去看刚刚那一张，像标普500，它就相对分散它的前10大呢，大概只占40%左右4%左右。所以 Nasdaq 比起来呢，是更为集中在科技类股。那这个就你喜欢选择哪一个就因人而异啦有好有坏。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过去的20年来，我觉得我们的不管是金融市场也好，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科技生活环境，很多都是这些新科技在带动，在推动我们人类的发展所以我自己有一点那种比较科技迷的偏好所以我会比较集中在 Nasdaq。但相对它的缺点也是波动会比较大如果大家的投资经验比较丰富的话25年前2000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网络泡沫那一次的这个市场下跌就很惨烈所以这个相对的就是有好有坏。好，那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可以透过这个 QQQ 或者是00662台湾的00662一样可以来参与这个投资。那再来呢，就是第三个就是台湾50我想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不管是0050或006208，那就是买进台湾最强大的50家公司。对，那可以看到这个就更集中了台湾基本上就是人家说台积电一个人的50这边基本上就占了将近60%以上。也就是说你每投资100块大概就是60几块是买台积电，然后剩下的呢才分配到这些鸿海啦、联发科啦、台达电、广达啦、巴拉巴拉这些公司所以这三档 ETF 都是我们在金鸡计划里面可以选用的一个工具。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都符合，从历史上来看，它都符合我们一个针对就是年化报酬率10%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要求这样的一个标准。但相对的就是如果仔细要去分析的话，当然它就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例如说美国它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一个金融市场。然后呢，接下来 Nasdaq 我刚才提到就是它更集中在高科技类股那台湾50就是台湾。对，所以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说那这个地缘政治，对，像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新闻，巴菲特曾经买过台积电然后过了1季之后呢，又宣布他卖光了。他主要理由就是担心可能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啦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爱台湾，那你可以买台湾50。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例如说各半各分配一半
都可以。那甚至还有一档如果大家有研究的话呢，有一档是更分散在全世界的 ETF， 也是可以作为参考。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叫 VT，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买到你必须开，比如说副委托或者是直接开海外券商、国外的账户才能投资。那它的特色就是分散到全世界。分散到全世界，但事实上，按照比例来说，因为刚才提到美国是最大的市场，所以如果你买 VT 的话，大概也是有60%的比重是分配在美国就是我们像刚刚提到这个 SP500这样子。OK， 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是就是像我们提到，原则上就是只要符合我们这个年化报酬率10%的目标的市值型 ETF 都是我们可以选用的工具这张呢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只用所谓的市值型的 ETF。好，这个根据统计呢，台湾有700万的高股息的 ETF 的投资人也就是说可能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在座也有人投资所谓的高股息 ETF 这个在台湾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工具。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到呢？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就像画面上显示的，我们就用这2档最老牌的 ETF 0050跟这个0056。那黄色这条线就是我们从2008年0056上市的时间点到现在。那各位可以看到，到上个月累积的报酬率大概是45%左右，可是呢，0050却遥遥领先313%那就算我们把这个0056的配息，因为它是高股息嘛，我们大胆一点，就用每年10%来算好了。那过去16年其实你把它加回来，它整体的报酬率呢还是落后0050所以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要追求资产的成长，让你的金鸡母去长大、去复利的话，那其实选择市值型的这个 ETF 是最简单、最适合的工具那相对的高股息，就是因为你会领到配息这个配息你如果没有再投资的话，其实说穿了你就失去了那个复利的效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因，而且大家可以很直接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结果经过这10几年的验证呢，0056的整体的报酬率其实也是落后市值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选择市值型作为主要的这个金鸡母的主要一个原因。好，那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是美国我们刚才提的这个标普公司就是设计这个标普500指数，他们做了一个统计是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些专业投资人就是帮人家操盘的这些所谓的基金主动型的基金，在台湾最近也很热门的有这种主动型 ETF 就基本上类似这样的工具。那他们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统计呢？就是所谓的不及格我常常跟学生解释说，不及格就像我们学校考试有个60分嘛。那今天如果有个投资人或有个基金或者有人跟你介绍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股票好了，那我去年1年赚了20%，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20%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要有一个对照的基准就是那个60分的标准。这个60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大盘指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像美国的标普500也好台湾的这个台湾50或者是一个加权指数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作为衡量的一个工具。好，所以这边呢，这张表格要呈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的时间点，从1年、5年、10到15，由短到长，然后在不同的区域，包括全球啦，不含美国或者小型市场、新兴市场，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在1年的时间内，居然有超过一半，超过50%的这些专家这些操盘人、这些基金经理人，他是不及格的。所以不及格就是落后大盘简单讲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就是买一个大盘指数就可以超过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呢，如果时间越久，居然不及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你把时间拉长到10年、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架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居然有高达90%左右的这些专家都是不及格的都是不及格的。所以刚刚我们那一张那个100年的道琼指数那张图的，我们就在分享说，过去100年来你只要这个耍废我们开玩笑说，你只要买着抱着然后就可以得到年化报酬率10%这样的成果，而且呢，你还可以超过90%的专家这是真的，这个实际上真的有数据的统计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追踪这个网站叫 Spiva SPIVA， 它就会持续的来更新上面还包含世界各地的这个统计的资料都有像这张是美国的它这边分析的是有87%的基金都输给大盘表现